工厂那边怎么样啊？你放心，我盯着呢。哎，你别说啊，自从那杂志采访之后，这订单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哦，哎，老戴来了，胃好点没？没事儿。哎，老戴，现在我们订单特别多，那你的原创设计也有起色了，多亏了谢总，你真得好好感谢一下人家谢总。是啊，我这不一直找机会要感谢呢吗？啊，对了，你那份儿我已经给你打过去了啊，赶紧把那房贷还了。好，不着急，我那钱还有别的用。你别瞎花。你现在那边销售怎么样？正在谈。哦，和谁谈的？魏克明，魏克明，他呀，你认识？太认识了，那就是一大色狼，特别猥琐。他没骚扰你吧？没有。提醒你啊，离他远点。谢谢，我能应付。你能应付？你怎么应付？那是一大流氓，真的，你不了解他，那个人，这恨不得见一个女的就。我们原来那个销售小刘碰见的不是他吗？魏克明吗？真的，你应付你怎么应付？那没法应付，那个人你见着你就知道了，那不好应付那个。我这是工作，领导已经反复跟我强调好几次了，而且我们是正常的接触。你工作也分跟谁，他可没法跟你正常。你不能为了工作什么都牺牲，牺牲健康也就算了，绝对不能再牺牲色相了，真的。你不了解他，我是好好，我跟你说好话呢，真的。那个人，我跟你说，你，性和感情能分开吗？真的，不能什么都敢做。我们男人都不能想那么开。我发现现在有了工作，为了工作什么都敢干，真的，我管你呢，什么都行，真的，不愧是80后，性感。你说什么呢？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你这么大人了，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要负责任，懂吗？耶！刚才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要负责任？他要我负什么责任？你说负什么责任啊？我不知道啊。我看他对你是有意思。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看出来了，你对他有意思。我对他有意思啊？啊，开什么玩笑？谁有意思谁知道。谢总，你来了。你走啊。哎，对了，我那个找你有点事儿。我找你呀，我是想跟你说个事儿啊。什么事儿？你说。啊，就是其实也是工作上的事儿。就对了。上次你推荐我接受那个采访那个杂志，现在出来了，在那报厅有卖的，就是他那要跟那个精英杂志捆绑着卖，就你要必须得买一本精英杂志，然后赠送一本那个杂志。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情况？我又不是卖杂志的，我怎么知道？哦，那我就想采访采访你，像这种情况应该是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不过一般人家卖不出去的杂志，都会当赠品的。那个就是我还有事吗？没事，我忙着呢，我约了魏总，我赶时间。啊，好，那你先忙。
谢大美女。魏总您好。来，坐。谢谢。我们公司的资料您都看了吧？看了，都看了。啊，您还满意吗？不错，东西还是不错的。您有兴趣？是这样。像你们做的这些玩具啊，别的公司啊也都在做，而且价格比你们便宜，你们没有优势啊。我们公司的材料品质肯定是最好的，你也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嘛，所以其实吧，这单生意谈不谈两可，关键是我一个人就能说了算了。最主要的是与谁合作最合适，这是关键。我个人认为，和谢小姐那么有才华的大美女合作是最合适的。那太好了。那您下午有时间吗？有，时间有。不如啊，咱们换个地方，细细的聊，怎么样？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带您去工厂看看。啊，我们工厂离机场很近的，不会耽误您晚上的飞机。工厂就没有必要去了啊。楼上我的房间有一瓶上好的红酒，咱们不如上去细细的品酒，慢慢的聊天，觉得怎么样？不好意思，我白天不喝酒。那好啊，咱们晚上喝呀。啊？晚上还赶飞机吗？不去了，是不是？晚上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啊？怎么见一个想泡一个呀？你是不是狗改不了吃屎啊你？哎，老戴，你什么意思啊？你说我什么意思啊？啊？你知道他谁吗？你就勾勾搭搭的。他谁呀？你妞啊？没错，我泡的妞你也敢招呼？你说找打呀你？啊，就找打。好，你泡啊，你接着泡，啊，什么事儿？臭流氓！戴哥，我说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怎么胡说八道了？谁是你泡的妞啊？我这么说不是替你解围吗？我用得着你解围吗？怎么用不着啊？这魏克敏，我不是跟你说他就是流氓，你干嘛跟他接触？他是流氓怎么了？我这是谈工作。你谈工作也不能什么都豁出去吧？这房卡都给你递过来，还谈工作？怎么着？我要是不来，你是不是跟他上开房去？我这么说是为你好，作为一个女人要爱惜自己，懂吗？我怎么不珍惜自己了？再说了，我爱不爱惜我自己，关你屁事啊！我跟你有关系吗？怎么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那天晚上算什么？哪天晚上？海边那天晚上。海边那天晚上怎么了？海边那晚上怎么了？你说怎么了？我们俩早上起来，我们怎么的？我衣服裤子不是你脱的吗？是我脱的，那是因为你吐了一身，我没办法，我才帮你吐的。你这么说我能理解啊，这大庭广众下不好意思说，但这个事儿早晚得摊开了说。我吐了一身，你给我脱的，那我那个东西呢？那个哪个东西啊？那个，都是成年人了，不懂吗？那东西哪儿去了？我找不着了。你怎么那么臭不要脸呢？我看着就恶心，我挖坑埋了，我扔沙子里了。谁信呢？我告诉你，戴国顺，那天晚上咱们俩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谁信呢？你怎么是这样一个女孩呢？连个男人都做不到啊？怎么能那么随便呢？做完的事儿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啊？不是那天晚上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吗？戴国顺，你就是个混蛋，你就是王八蛋，你凭什么管我？凭什么说我？凭什么侮辱我？我告诉你，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愿意跟谁上床就上床，你有哪你管我？你是我什么人呢你？你凭什么说我呀？我告诉你，天下男人死光了，我也用不着你管我。你坐牢几年？你谁呀你？干什么你？谁让你扔的？你给我回来！我让你扔了你就扔，你怎么那么自以为是啊？都是混蛋！
都还在等，等一个可能。看街上行人依偎相拥着亲吻，为什么只剩我一人游荡在街角的黄昏，还在期待谁给安稳。我不信所谓永恒，幸福的长存，我只是需要有一个人陪我等细水流长的年轮，等花开花落的人生，等未来给我一个吻。我等的人是否也在路口一问，有谁能带来幸福的无限可能？是要牵手还是该转身，一起走过每一个黄昏。我们都在等待那个人。别卖关子了，啊，把你那个教人的战绩说说，那我也跟你乐呵乐啊。这整的好像咱们无人喝彩似的。没有什么教人战况。哥们这次崴了，表白被拒，还没来得及表白，那就被拒了。嗨，这不行啊！这欲擒故纵玩挺深呐。也没被拒，就是给了我2个耳光。你觉得这像欲擒故纵吗？这我怎么听糊涂了？你是不是刺激人家了？这买卖不成仁义在的，他打你干什么？我去找他。我看一客户跟他动手动脚，还把酒店房卡递给他，我就不能忍了。结果谢小诺就把我给打了。哎，你这有点好像不太合乎逻辑吧？我就说了一句，如果我不来，你是不是就跟那个老头拿那房卡上楼去房间了？该打呀你呀，就要换我，打你满地找牙，你知道吗？不是，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不是。人家那么清白一个姑娘，被你糟蹋了不说，你怎么还把她往人别人身上安？什么被我糟蹋了？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谢小诺亲口说的。真的假的呀？你说我是不是有点二啊？我发现你也有点二，你跟我瞎分析什么呀？什么生理需求、酒后乱性啊？我喝酒断片，你喝酒有断片吗？不是你看见了吗？你就跟我瞎分析。怎么我跟他睡了，你怎么心里就那么舒服呢？这样，大不了你以后就还回到那个原来那个快乐的单身生活，不就完了吗？就还照样你举杯换盏，畅所欲言吗？来，我给你干一个，来。关键是，我感觉我回不去了。老子最大的特点就是用他温婉的方式，为我们解释宇宙苍茫，什么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哎，小诺，你怎么没睡啊？睡不着，下来透透气。哎，你这是？我不是要录节目，先练练。那你接着练，我也听听。我那个，哎呀，我在家里人面前不太好意思讲。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一个大学教授，在我们这种小白丁面前还没自信啊？还真是没有。不会吧？我可是听我二姐说，你上课的时候神采飞扬的，
好多女生都特崇拜你。什么呀？啊，当然那是两回事儿。在教室里讲，我觉得这是我的职业；在电视上讲，老觉得挺奇怪的，有点难以启齿的感觉，像是在卖知识、做买卖一样。姐夫，你可真是个文人。其实电视上讲课也是劳动啊，你拿的钱就是劳动所得，你可以自我催眠一下，抱着提高中国劳动人民的审美意志站在舞台上，那才是宣扬文化的大舞台。你这么想？嗯，好像有一定道理，我还真没这么想过。我的世界太过安静，安静的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生至少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有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见你。什么呀？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忆都淡了，看着看着就累了，星光也暗了，听着听着就醒了，开始埋怨了，回头发现你不见了，突然我的心乱了。爸，你也喜欢徐志摩的诗啊？哎，你怎么在这儿？我看看电视就睡着了。你看电视盖被子？这个啊，这个可能是丫丫怕我冻着，他给我盖的。赶紧回屋睡觉。啊。我也喜欢徐志摩的诗。你说他怎么就能对不起我呢？我做错什么了我？没错，别哭，哭什么呀？来，是爷们就喝。是啊。我跟你说，我就不可能喜欢他，我怎么可能爱上他呢？他都40岁了，还有一个20岁的女儿。什么？大叔啊？对，
大叔。我怎么可能喜欢他？我看见他我就烦，你知道吗？只要我们俩见面，没说上2句话，就吵架，就吵，没完没了的吵。可吵完吧，我心里还挺高兴的。我是不是特贱呢？我摇头干嘛呀？我就是贱，我怎么不贱了？我刚觉得我跟他好像好转了，好像就那么。听妈说，你昨天一夜没回来啊？跟个男的在一起，怎么回事啊？怎么又说起我来了呀？我都跟妈说了，他送我去医院了，在医院里待了1夜。你说的他，是不是上回跟我们说过那个叫戴什么？戴谷顺，我们公司同事。大半夜陪你上医院，这也挺好的呀。有什么好的？这同事之间互相照顾很正常嘛。特感动吧？哎，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哎呦，看把她美的。哎呀，行了，大姐，你别在这八卦了，行不行？我跟你们俩说，别磨磨唧唧的，煮熟的鸭子不要它飞了。根本就没鸭子。哎，你那个香灰的劲儿还没过去。哎，再聊一会儿啊。好，欢迎你们。今天咱们随便聊聊，问你们几个简单的问题，你们可以轮流回答，然后再简要的解释一下你们的答案。OK？ 好，老师，第一个问，这水能喝是吧？当然，哎，谢谢啊。行吧。好，第一个问题，当你怀疑你身边的人发烧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做？我会用温度计，因为这是科学。你呢？我也会用温度计，我比较相信数据。你呢？可能我会选择用我的手去摸对方的额头。真的，这是人的第一反应。好，再问你们第二个问题：当你们在路上发现一个老者被车撞了，你们会怎么做？我会第一时间抢救，因为生命是最宝贵的。你呢？我首先要进行判断一下这个老者是碰瓷儿还是真的被撞了，然后再决定是否施救。啊，你呢？我可能会用我的手机边拍着视频，然后边救人。为什么呢？毕竟见死不救太不仗义了。可是保护自己也很重要，是吧？好，我想看看你们的手表。老师，现在手机都这么普及了，还用得着手表吗？好，我看你的资料显示，好像对原来的公司待遇不太满意，是这样吗？对，是的。你好像对你们公司的企业文化也不太满意。是这样的。那么，你到我们……哎，对不起，老师，打断您一下啊，请问您还有问题需要问我吗？暂时没有。哦，那就是说我现在可以走了。当然，请便吧。哎呀，好，谢谢老师啊。哎，我就很奇怪啊，那么多人都没出来，怎么就你先出来了呢？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那人家怎么坐在里面，你2分钟就出来了呢？那可能他们问题多，我问题少呗。问了你几个问题？3个。那其他人呢？他们还在上面问着呢，我就不知道了。那为什么只问你3个问题呢？他问完我3个问题，他就问下一个了。这很正常啊。那我就问朱康老师，请问没有问题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走了呀？啊，你这么问的啊？那老师怎么说的呢？老师什么都没说，他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后呢？
那我就走了呗。然后你就走了，你够潇洒的你。小气小气啊！丫丫，我尽力了，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我托朋友啊，人蓝总费那么大劲给他找这么一次机会，糟蹋了。你说你啊？哎，蓝总，不好意思，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孩子真是不争气，你说费这么大劲。要不你看我，要不替他去面试？你说什么呢？我来告诉你啊，就是方家通过面试了。通过面试了啊，还说呀，对他印象特别深，就想招这种有自信、有活力、别具一格的年轻人。回答问题说很会抓重点，简明扼要。真的假的？真的，吴总还表扬他呢，说有年轻领导者的风范。年轻领导者的风范。方家，回好好准备准备啊，下星期吴总让你上班呢。真的啊。哎呦，谢谢，蓝总。非常感谢，我知道这里面一定有你的情面，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啊！怎么谢呀？啊，请我吃顿饭得了。没问题啊，必须的，想吃什么都行啊。那我可点贵的了啊！必须的。走吧。现在啊，好，那个，先生，赶紧带方家回去准备准备。哎，方家啊，谢谢呀。没事，好好准备就行啊。谢谢蓝总，走吧。这不说好了请你吃大餐的吗？先生您好，您的牛奶，请慢用。那怎么到这咖啡馆来了？跟自己喜欢人在一块儿，干什么不是大餐呀？哦，那蓝总是替我省钱呢。蓝总，谢谢啊，真的非常感谢，去了我也让坏心病。行了，你别老谢我了。再说了，帮你也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啊？看上你了呗。这星象上说，我这个礼拜犯桃花运，看这样没错。行了，我看上你也是看上你的才华。哎，对了，上次我们说合作的事儿，你有没有认真考虑啊？我真是认真考虑一下，我觉得有道理。现在我这原创产品销量不错，确实应该再扩大一下市场。只是时机有待成熟。有待成熟。其实你现在这品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了，就应该趁热打铁呀。我们可以合伙。合伙？怎么合伙啊？你想怎么合伙怎么合伙啊？你想怎么合啊？我没太想好。我觉得吧，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做出属于你戴谷顺自己的品牌？你就没有想过把咱们这些本土的玩具设计师把他们带出去有用武之处？所以啊，我们就应该把这市场给推出去。你看看，现在有多少孩子，有多少年没有玩过自己家的玩具了？没错，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理念和想法。所以啊，那就别犹豫了，该干就干啊！没犹豫，我就是需要一点时间，有一些事儿还得交代好了。交代，跟谢小诺交代，主要是跟自个儿交代。我有时候吧，就不明白。其实像你这种男人吧，一般就喜欢两种，一种就是那种聪明可人、内外兼修、美丽大方、温柔贤惠的那种；一种呢，就是像我这样风情万种的。我就不明白，你怎么就跟谢小诺耗上了呢？我谁跟他耗上了？我跟他没耗。没耗上。那没耗上，我就有机会了。机会人有啊，别动。你知道，一个成熟男人最有魅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这个时候不太适合他。就是他很孩子气，可是又不是一个孩子。这当然不是孩子。那个安头，时间也差不多了。你这么忙，要不然你住哪儿？我给你送回去。我在那个海澜大厦那边。海澜大厦，这不是商场吗？对啊，楼上就是可以住啊。你在那儿买的房？嗨，现在谁还买房啊？租的。那正好，我过去那商场买点东西，顺道把你送回去。你要买什么？给那个女婿买套西装呗。
给他置办一身行头。看不出来啊，对女婿还挺好。一个女婿半个儿，主要我是想对闺女好。行，走吧。行，正好再陪你逛。哎，你就别陪我了，是吧？没事儿，走吧。好。谢小姐，不好意思来晚了。你好。哎呀，年轻有为啊！啊。哦，您请坐。哦，来坐。魏总，这是我们公司的周边设计方案，来您看一下。不急，你们公司的玩具呢，我已经看了，不错，我也很感兴趣。可是东西我还要拿回去再研究一下，才能给你答复。你也知道，现在市场上做这种玩具的公司比较多，找我的人呢也不少。我明白。啊，这里是我们这个项目所有的资料，您可以拿回去，有空的话您看一下。好的。今天我还有别的安排，所以我看咱们改日找一个环境比较安静的地方啊，咱们再深入的沟通一下，怎么样？哦，好，那您先忙。好，那就这样，我先走。再见。怎么就从我身上看出有领导才能了呢？这不就是拿一块木板看出非洲那天下雨了，从一只猫的身上看出那天的天空是湛蓝色的，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搭得着边儿吗？哎，这说明这个公司有眼光啊，能发现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的才能呢。哎，你说你以后万一做了个什么总经理啊、董事长啊，那我成董事长夫人了。哎，我说你有的时候这心也是真够大的啊！我什么时候跟你说我要去那家公司了？你凭什么不去啊？我为什么要去啊？你不是答应我爸了吗？我什么时候答应你爸了？我刚才只是沉默而已。我不管，你保持沉默，我就视为你答应了。什么叫我不管啊？我也不管，别逼我啊！嘿，那我今天我就逼你了，怎么着吧？哎，不是，方夏，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人家那外企有什么不好啊？再说了，你就不能让我爸高兴高兴啊？啊？你说你成天坐在那儿打游戏，那我爸他嘴上不说，他心里能舒服吗？哎，好了好了好了，老婆，哎，别过了别过了。哎呀，别闹了。你要是爱我呢，就跟我去上班，好不好？你也不用跟这儿忽悠我，我就明话告诉你，我就不去。我不去了，你是不是就觉得我不爱你了？你就是这么理解的吧？我也不是这么理解的。我不是就是觉得吗？那外企不是对我们俩未来好吗？你说我们总不能老在这儿跟我爸一起住吧？我们以后还得买房啊，还得生孩子呀，是不是？那你要是有个外企的工作，不是挺好的吗？钱固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将来什么都会有的，你慢慢来嘛，着什么急啊？
不是方家，你觉得我还不够慢慢来，我还不应该着急吗？你去也要去，不去也要去啊！我不去，3位。你不去，你自己跟我爸说去。哎，我爸回来了啊，你去跟他说去。干什么呀？你去说去，说去啊！不是说你要说去吗？瞧你这样出去。方家，不是，这怎么有套西装啊？那还能有谁？那肯定就是你爸的呗。新买的？不让我看看样式吧？西装亮闪闪，前途无限。哎，你说我爸他是不是买给你的呀？别闹啊！我可从来不穿这种衣服。不是，你看这尺码正合适。不用啊！哎，你买都买了，你试试怎么？你试试！哎，别闹！哎，我。哎呦，我这，爸。爸。好看吗？如果你头发能变成黑色的，就特别像比尔盖茨。看到你这个样子，我仿佛看到了你的前途，西装亮闪闪，前途无限。我爸夸你呢。哎，行，别臭美了，还没谢谢我爸呢。谢谢爸。方家，你是不是有病？你是不是有病？你能长点心吗？你看不出来你老公现在很痛苦吗？不让叹气，不让说，还不让坐下来了，你能再恶毒一点吗？不是方家，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啊？你现在已经结婚了，你现在是我老公了，你就不能为这家做点贡献吗？啊，你就上个班怎么了？你说你先去上班，万一你做的不高兴的话，你再辞职，那我心里好受点，是不是？因为你现在还没去，哎，媳妇儿，你刚才是不是说可以辞职？不是，那我是说，你要是工作的不开心，你再辞职，你没去跟你。哎，媳妇儿，这早说不就完了吗？我还跟这唉声叹气的，睡觉，睡觉。哎呀，早说不就完了吗？帮我介绍。哎，我爸下了严令，你知道吗？你这头发人家外企不行，咱明天找个理发店给他染啊。哎呦，媳妇儿，咱不就是干几天吗？然后咱就辞。哎，不是，媳妇儿是这样的啊，我很小的时候呢，有一个算命的老先生给我算的命，就说我呀这辈子缺金，所以这个头发是不能动的。不去了，不去，滚蛋，不去。真的？你们俩人一个这样一个那样，你让我怎么办呀？你谁呢？那我多为难呀！我戴谷顺，你来管我，你管我，他。行，别喊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别喊了啊！
那有没有别的办法呀？要不，我去给你买个假发套。哎，这关键是帅不帅呀？帅，肯定帅，行不行？就这么定了啊！睡觉。工厂那边怎么样啊？你放心，我盯着呢。哎，你别说，自从那杂志采访之后，这订单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哦，哎，老戴来了，胃好点没？没事儿。哎，老戴，现在我们订单特别多，那你的原创设计也有起色了，多亏了谢总，你真得好好感谢一下人家谢总。是啊，我这不一直找机会要感谢呢。哦，对了，你那份儿我已经给你打过去了啊，赶紧把那房贷还了。好，不着急，我那钱还有别的用。你别瞎花。你现在那边销售怎么样？正在谈。哦，和谁谈的？魏克明。魏克明，他呀，你认识？太认识了，那就是一大色狼，特别猥琐。他没骚扰你吧？没有。提醒你啊，离他远点。谢谢，我能应付。你能应付？你怎么应付？那是一大流氓，真的，你不了解他，那个人，这恨不得见一个女的就。我们原来那个销售小刘碰见的不是他吗？魏克明吗？真的，你应付你怎么应付？那没法应付，那个人你见着你就知道了，那不好应付那个。我这是工作，领导已经反复跟我强调好几次了，而且我们是正常的接触。你工作也分跟谁，他可没法跟你正常。你不能为了工作什么都牺牲，牺牲健康也就算了，绝对不能再牺牲色相了，真的。你不了解他，我是好好，我跟你说好话呢，真的。那个人，我跟你说，你，性和感情能分开吗？真的，不能什么都敢做。我们男人都不能想那么开。我发现现在有个工作，为了工作什么都敢干，真的，我管你呢，什么都行，真的，不愧是80后，性格高。你说什么呢？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你这么大人了，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要负责任，懂吗？耶。你刚才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要负责任？他要我负什么责任？你说负什么责任？我不知道啊。我看他对你是有意思。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看出来了，你对他有意思。我对他有意思啊？开什么玩笑？谁有意思谁知道。没睡好？啊，我新来的第一天不太适应。过过就好了，朝9晚5的生活不都这样吗？是，早饭还没吃呢，我去吃点东西啊。哎，你可小心点，你可别让主管看见了，他可正盯着你呢。为什么盯着我呀？你不知道？咱们公司的派系呀，可乱了，这个主管可不好惹。他抱的可是老外的大腿，听说好像是那个总部的史密斯。他和介绍你来的那个老总好像不太合，你可小心点，别让他给你穿了小鞋。哎，这写字间里头这么多事儿呢，慢慢你就知道了。我原本以为外企应该没这些事儿。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恩怨，由他去吧。哎，那个新来的过来，快点，来，把这些文件整理一下，加班钱给我，要快。明琴，来这么早？汪老师，
我正好有东西要给你看呢。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呀？王老师，您可别生我气，这是我在上课的时候偷拍您的录像，你看您多帅呀，简直是魅力十足。你啊你啊，行行，赶快删了吧。王老师，其实我是有目的的，我还是想让您到电视台去讲课。虽然您淡泊名利，但人到了一定的年纪，那些不如你的人都能评上教授，拿到特殊津贴。我想你一定也需要这种名利的肯定吧？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不过上电视台讲课这事儿，我还是持保留态度。可如果上电视能让更多的人听到您的课，普及更多的知识呢？行了，上课吧。今天呢，我们备了一点家宴，把二位请过来，主要呢是想聊一聊孩子们的事儿。我知道咱们之间啊有一点误会，比如那个香辉的事儿啊。妈，那个不说了。其实啊，二位的心情我们能理解，我们也着急，奶奶不是也跟着着急吗？这个咱们都是为孩子好，你说谁家大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过得好啊？是，亲家母，你说的话都在理，我心里头明白。可咱们都是女人，这女人呢应该明白，他们男人不懂的事，咱们应该懂。这女人呢，要一过了35，那怀孕呢就不容易了，那不像女孩子似的啊，生个孩子那跟扒个萝卜似的还容易。妈，说什么呢？怎么着？嫌我说话粗啊？你妈是没有文化，可是你妈培养出来了一个大学教授。没有，妹妹，让你妈讲得好，话糙理不糙嘛。是啊，他们年纪小不懂，咱们应该明白呀。那生出来生不出来，说的难听，那也就是2年的事儿，可这1个月里，也就是个把礼拜的能使上劲。你说，咱们不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好好的？那个，亲家母，那个我没太听明白。我跟你师说了吧。哎呀，亲家母，你们家虽然说房子大，可毕竟住的人多，不方便。3个闺女都住在1层上头，共用1个卫生间，哎，还有个小的，你说他们怎么能够那个呢？妈，你这老说没完没了，人怎么吃饭呀？让你妈说。我是说呀，小诺这不要买房子吗？哎，我们国庆啊，也就是说买一套，一起搬出去住啊。楼上1层腾出来给小多他们一家子，这不都宽敞了吗？小诺，你要买房子啊？没有，我没有买房啊。那个，我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楼盘，我就去看了看。什么先看看呢？我在售楼中心都看见你了，你呀连户型都看好了，让那个售楼小姐拿着计算器给你算账呢。哎，旁边还站着你那个男同事。不过亲家母，你放心，我早就想好了，我们国庆要是买房子，肯定不能让女的全掏这个钱。国庆，你掏大头啊！以后还贷款，得让小米少还。小诺，你要搬出去住，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妈，我这还没决定呢。什么叫最后决定啊？啊？
哦，房子买好了，其他全弄好了，就等到搬的时候你再跟我说，是不是？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就跟这住这家就跟住旅馆似的，你住旅馆还得有个订房和退房嘛。妈，您别着急，咱们有什么事儿好好商量嘛。对，妈，这个本来小诺是想跟您说来着。你们俩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们是不是都串通一气了啊？都商量好了，瞒着我？我是打算买房，是打算搬出去，是没打算现在就告诉你，因为就算我说了，你也不会同意啊。妈，我从小到大，事无巨细您全都包揽了，学习也是，工作也是。我现在都成人了，我有自己的想法。我那是怕你走弯路吗？就算走弯路，那我也认了。我必须对我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呐！您敢保证，您决定的事情就特别英明、特别正确，就对我来说一定是幸福的吗？你们先吃吧，我先上去。什么？甭理他。来，亲家母，咱们吃。来，吃菜，我们吃。你不是爱多嘴吗？多呀，这才走了一个。那我也是好心的。呀，哎，老妈，哈总，大驾光临，欢迎，先坐啊，坐。来吧，先喝点吧，啊。哎，老妈，老戴最近是不是经常找你喝酒啊？没有啊，没喝酒，我们没有。他没跟你说什么吗？说什么？你指的是什么呢？没跟你提谢小诺？没有，没提。来，走一个。来。怎么你干了还？爸，他跟什么小诺好像有点那个意思啊。他这个人你应该知道是吧？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我明白，你也不用拐弯抹角劝我吧。得，那咱们就不说了啊，你自己想清楚吧，好吧？来。其实也不是茂哥多嘴，你说你都这么多年了，你说，你非得缠着他干嘛呀？这些年你们俩要是有意思的话，那早就到一起了，是吧？我的意思还是说，等合适的时候，你还是应该找个伴。找谁呀？找你啊？找我也不比他差呀。找我比他差吗？你说？那明儿咱俩领证去呗。可以呀，这可是你说的啊！来，走一个。来。小诺，你跟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买房子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我说说，你眼里还有没有我？买房子，你是不是想自己出去过呀？啊？你嫌这家了，嫌我了？我跟你说啊，这没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这么大闺女了啊，说买房就买房，说出去就出去，那像话吗？那你怎么看呢？啊？那你们单位的人，我们单位人怎么看呢？喂，张先生，是我谢小诺。之前我看那个房子我定了，明天我就去签合同。对。谢小诺，你开门，你跟谁在说话呢？战争的号角又吹响了。哎呀，我知道，这都怪我妈。
我拿他真是没有办法呀。你也看见了，当时我拦都拦不住。算了，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他又不知道小诺是瞒着咱妈去看的房。国庆，咱们家买房这事儿，你是怎么想的呀？说实话，我也没想好。咱们俩这些年的积蓄也就50多万，加上我妈给的也就60多万，住房、金贷，最多也80万，顶天150万。按现在这种房价，也就买个1居室，这还得留出装修的钱。是啊，现在的房价实在是太高了。要不，咱们买得远一点儿，公积金、商贷混在一起，或许可以再多贷一点儿，至少买个2居的吧。这万一以后有了孩子，也能住得宽敞些。哎，话是这么说，可这每个月要给银行还多少钱？我不忙，我出去当家教吧。听说现在给小孩补课，价钱还不错。小米，我不想你出去，不管我再辛苦再累，我都不希望你再出去辛苦。不早了，上去歇着吧。宁心你好，上次所说电视台一事，不知能否一试？怎么了？我问你件事儿，你说。你爱我吗？啊？你说什么？痛快点，爱还是不爱？不是我，爱还是不爱？爱。那行吧，准备结婚吗？啊？你们做的什么方案啊？我昨天开会你都睡着了是不是？没听见我说什么吗？给我倒杯水，拿好水。出了10条的方案，有9条是错的，是不是？你们都没看是不是？戴永顺，结婚2年了，在家里你就不能换件衣服？就算是围裙也该换一换呀！你不也没换吗？你还敢犟嘴？哟，怎么了？啊，没事，睡着了，做一梦，吓死我了。什么梦啊？不是春梦吧？半春不春的。大白天的做什么白日梦啊？赶紧醒醒吧！